半夜3更，家中突然闯入一名女杀手，她熟练地把我五花大绑，准备销毁证据。我匆忙声称自己是个盲人，还竭力证明自己是个哑巴。她竟然直接搬到了我的家里，甚至当着我的面换洗衣服。我终于忍不住了，鼻血开始流淌。她对我投来一抹邪恶的微笑，问道：“怎么了？生气了吗？”一进门，她就吞下了衣服，地上的衣服染上了红色，弥漫着淡淡的血腥味。在昏暗的灯光下，她的侧脸泛起一抹青色。要不要一起洗澡呢，小主人？脑海中突然涌现出画面，鼻子一热，鲜血涌出。她的火气很容易就上来了。她笑着走进了浴室，很快玻璃门就被一片雾气笼罩。我感觉自己好像要着火了，简直快烧起来了。我名叫陈泽，是一位被家族所遗弃的孩子。因为我弟弟亲手策划的车祸，虽然医生及时抢救我，捡回了一条生命，但我也因此双目失明。他们并不了解的是，我并非全盘看不见，亦非全然看得见。我眼中的世界宛如被大雾笼罩，因此我已经无法继承家族的遗产。为了生存，只能谎称自己一无所知。他们决定不再容忍无用之人，于是将我送至郊外一座偏僻的别墅，并留下一笔钱，再也不理睬我。报酬确实不值得花费心思和时间，我也不喜欢卷入豪门争斗。现在的生活过得很舒适，不愁钱也没有烦恼，可以直接悠闲地过一辈子。就在1周前，我的平静生活被打破了。夜幕降临，风声凄厉，我独自坐在家中聆听着戏曲。突然，一个身影出现在我身旁，把我吓得从沙发上跳了起来。还没来得及呼救，我感受到了冰凉的触感在我的脖子上。请鬼姐姐饶了我，我有8块腹肌。她把刀子靠近我的脖子，冷冷地说道：“你说谁是鬼？在深夜不开灯，独自在这里聆听戏曲，你在找寻灵异吗？”我急忙解释说：“我眼睛不好，开灯是为了方便看清楚。”她随后将我五花大绑在床上。经过一夜的深思熟虑，她最终选择让我离开，但同时警告我不要报警或耍任何花招。她搬了进来后，我没想到会与一位女杀手成为室友。她总是早出晚归，符合一个杀手应有的特质。有时候她也亲自下厨，烹饪出的菜肴非常美味，几乎让我误以为她接受过南湘的训练。那么大个美女进了我家，就指望几顿饭就能把我打发了吗？我要她明白，这房子究竟是谁的。她淋浴的声音已经传到了我耳边，让我感到惊讶。我已经走到浴室门口，透过被雾气遮盖的玻璃轮，看见了恶魔般的身影若隐若现。我不经意地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腿，这条腿怎么就这么不听使唤呢？浴室门随即打开，热气弥漫其中，一位女杀手裹着浴巾悠然走了出来。她身材曼妙，引得男人们为之倾倒。滴落的水珠仍挂在她的长发上，更增添了她风情万种的魅力。我不经意地咽了口水。她站在浴室门口，用清冷的语气问我：“你为什么站在这里？是不是口渴了？”我迅速吞下即将流出的口水，尴尬地清了清嗓子。我并不是很口渴，只是感觉有些口干舌燥。她瞪大眼睛盯着我，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说：“你想喝我的硅胶水吗？”她伸出手掌在我面前晃了晃，好像想确定我是否真的无法开口。她一抬手，显露出不少风光，让我差点鼻血直流。我脑子里已经完全忘了来这里的目的，只想赶紧溜走。在匆忙间，我不慎撞上了旁边的柱子，接着笔直地倒在了地上。我疼得坐在地上，手捂着刚才碰到的额头，血已经开始渗出。你是怎么长这么大的啊？杀手姐无语地走到我身边，蹲下身来，凑近检查我的额头伤口。头发上的水珠顺着滴落在我的脸上。当她靠近时，她的呼吸也吹在我的脸上。这时，我能更仔细地欣赏到这个杀手锏的美丽，美得让人窒息。我实在是喘不过气了，我轻轻地将她的身体推开一些，这样我才能够重新呼吸到新鲜的空气。姐，你真的有点大了。什么？她皱起了眉头。我注意到了你的手掌，刚才你晃动手的时候，我看到了一丝黑影。我立刻找过。她默不作声，只是用指尖轻柔地在我伤口附近划过。家里的急救箱在哪里？你身处何方？她优美地讲述了一个故事。你的笑容就像是治愈心灵的良药。当我面对这样美丽的女孩时，我情不自禁地展现出了我的撩妹技能。她微微一笑，问我：仅仅亲亲就够了吗？还需要姐姐给你做个全身治疗吗？哎呀，这怎么这么突然啊！就在我感受到鼻腔中再次涌起热流，似乎要喷涌而出时，我赶紧捂住鼻子，用纸巾捂住。我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，一股柔和的香气就落在了我的额头上。她的声音充满了诱惑，让我感到心跳加快，仿佛要跑进高速行驶的车道。才不是！我坚决地说道：“我还有能耐，我还可以继续挑战，来吧，谁怕谁！”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，然后轻轻笑了起来，呵呵，你倒是想得美。当她站起身来时，我不小心压到了她，她身上的浴巾不小心滑落下来，我的鼻血也瞬间染红了那张纸巾。如果不是她马上用擦头发的毛巾拍在我的脸上，我想我的鼻子和耳朵可能会喷出血来，纸巾都飞不住。为了避免她察觉到我的不同，我匆匆扭转头，尽力保持声音平静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听到浴巾掉下来的尖叫声，我感到有些腿软。没问题，我在练歌。她有点紧张地回答，然后跑向楼上。刚才发生的场景仍然在我脑海中回荡。谁能想到在这深夜竟然会有惊喜福利发放？我一觉睡到下午才醒来，屋子里已经不见了杀手姐的踪影，只余下她的香水味在空气中缭绕。我有点困惑，杀手不是应该保持低调吗？为什么还喷香水呢？今天她竟然不给我做饭，我得在心里狠狠扣她一分。我打算把藏在枕头下面的手机拿出来，放在眼前，准备点一份大外卖来吃。突然一声巨响，手机吓得我落在地上，门外传来一阵阵喧哗声。如果陈泽还活着，就赶紧露个脸出来。难道这个声音不就是我那个狠毒的弟弟吗？在打开门之前，我从厨房拿起了一把菜刀。奶奶以前敢对我耍花招，现在还敢一个人上门来找我。哦哟，兄弟啊，你都成了瞎子，还想和我对峙？狂魔哥站在2米开外，眼神不断地嘲笑着我，手持菜刀。这么久以来，我一直以为你已经在这里死了，发出了臭味。好在没死，否则就看不到我逐步接管陈家的情景了。
狂魔哥一脸得意，与当初装作乖巧懂事的弟弟形成了鲜明对比。我不想废话，你见过谢晋的屠龙刀吗？今天我让你见识一下我的本事。我挥动着菜刀向他冲去，但由于视力不佳，我的反应速度远不及他。他一脚踹飞了我，菜刀也从我的手中掉落到了地上。以你的水平，还敢和我叫板，真是不自量力。他穿过我的身前，朝屋里走去，一边行一边讥讽：爸妈对你真好啊，留下这么棒的别墅，还给了你不少钱，你的生活比我的好多了。为了晋升，我不得不参与许多肮脏勾当，处理大量无用之物。我从地面上站起身来，用模糊的视线冷冷地盯着他。这样的冷漠，难道不是你想要的吗？狂魔哥在别墅的大厅里闲逛，插着口袋。我不能容忍你过得这么舒适，立刻搬出这个别墅。房子里的事情你不用管，我会让人把你的东西扔出去。我冷笑着对黄魔哥说：这个房子是我爸妈给的，和你没有一点关系。黄魔哥听完并不在意，朝我吐了口唾沫。现在这房子归我管理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懂事的立刻离开。说完这句，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别墅。夜幕降临时，杀手姐踏入家门，习惯性地脱下衣物。也许是因为他叫我不要理他，他忍不住问我今天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吗？因为我从未透露任何个人经历，而且住在一座豪华的别墅里，所以他戏剧性地称呼我为小少爷。他的一句关心让我感动得热泪盈眶。自从我懂事以来，家庭一直督促我学习商业知识，培养我做生意的能力，但很少有人真正关心过我。我情不自禁的泪如泉涌，颤抖着声音说道：杀手姐姐，你要多少钱才肯动手杀人呢？她沉默不语，眼中充满无奈地盯着我。怎么了？你想动手吗？杀手姐问道。我擦了擦眼泪，接着说：请不要误会，我只是想向你借一点钱。毫不犹豫，杀手姐径直问我需要借多少钱，答应得如此爽快，果然杀手这行挣得多啊。我心里默默想着，然后接着说：那我就直说了，我想借你。说着说着，我突然停了下来。我开始思考，借钱总是要还的，而我目前没有工作，没有必要去浪费别人的钱。我直接倒在沙发上，不用了，你干脆杀了我吧，就算躯体腐烂也无所谓，过几天总会有人来处理的。我停顿了一下，注视着杀手姐说道：到时候你可能需要另找住处了。说完这番话，我已经没有任何留恋，直接将其毁灭吧。亲吻已尽，目睹已毕，此世界无值得停留之处。坐在沙发上的杀手姐，我清楚地感觉到她周围的沉默已持续了一段时间。她轻声说道：有什么事就直说，不要拐弯抹角。我听到后猛地坐直身子，我不是个喜欢藏心事的人，当感受到被在意时，我总会喜欢倾诉心事。我如实向她讲述了今天发生的事情，其中包括我弟弟曾经故意制造车祸，企图置我于死地这一事件。杀手姐听后显然愤怒了，但她仍保持淡漠的语气：我已经了解了这件事情。了解？我才不信呢，这种说法都是骗人的，只是为了应付才编造的借口。无奈之下，我只能妥协地说：杀手姐姐，我可能会在这里逗留几天，要么被他们杀死，要么在街头挨饿，就让你心软一次，再亲我一下吧，让我死得痛快点。毕竟我一直单身，从未想过找到心仪的对象。听到我的话，杀手姐停顿了一下，眼神定格在我身上，然后她缓慢地问道：你已经面临死亡，还有什么理由想要我的吻？不只是想要亲吻，还想要做更多事情。我直截了当地告诉她，结果她的脸红了起来。她未作答，我便接着说：关于那个杀手姐姐，你是否拒绝参与杀手节？这是明智之举。好的，你想跟我玩欲擒故纵的游戏吗？杀手姐昨晚与我交谈，主要内容是劝说我不要轻生。虽然我不太理解她的用意，但已经整理好了行装。虽然我不再拥有那豪华的别墅，但至少我的银行卡里还有足够巨额的财产，可以支撑我下半辈子的生活。第二天一早，我被打扰了，可能是因为我昨晚很忙碌，所以睡得很晚。一开始我以为是狂魔哥派人来赶我走了。我打开门，惊讶地发现一群穿着时尚靓丽的美女站在门前，恭敬地向我鞠躬。她们邀请我进屋，并以专业的方式为房间进行了一次美化。我惊讶地看着她们把房间打扫得一尘不染。一位美女走到我面前，微笑着对我说：陈少爷，这栋房子已经被我们老板购下了，您以后就可以安心住下了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顿时感到震惊。我怎么会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老板存在？他为什么要替我购买这栋别墅呢？于是我赶紧问道：不好意思，请问你说的老板是谁？那位美女拒绝透露更多细节。当然，请给我文本，我会尽力按照您的要求进行重写。老板回来了，我立刻跪下向杀手姐表示敬意。她似乎并不感到惊讶，只是语气中带着一丝无奈。你对着大门拜什么？死！我当然明白，我故意这样做是为了迷惑你。那位拥有权势的美女杀手，我必须要巴结她。我挥舞双手，呼喊着：老板，您在哪呀？她径直走到我身边，一把抓住我的衣领，像拎小鸡一样，然后把我拎到沙发上。我趁机抓住她的手，表示忠心。老板，你们组织收不收瞎子？要不把我也收了吧？杀手问我，解顿失效了，我会怎么应对？我被吓呆了，这么大了，连只鸡都没宰过，更别说去杀人了。我考虑了一下，没问题，我可以负责做后勤工作，每天帮您擦背洗澡。杀手姐白了白眼，果断拒绝了，觉得没必要。我咬紧牙关，一把将上衣掀开，显露出8块腹肌，表达了自己的决心。杀手姐微微一怔，然后依然摇了摇头，算了，这样也不行，那样也不行，我已经牺牲了形象，还不能留下来吗？我也顿感焦虑，只想说其他的我无所谓，就让你选这2个吧。杀手姐沉默了片刻，最终终于开口：那你就对了吧。好的，我会乐意帮助您。在踏入浴室之前，我花费了很长时间做心理准备，毕竟以往总是在门外看到那模糊可怕的挪生姿态，现在竟然要直面观察，心里不免有些激动。当我进入房间时，我看到杀手姐姐还穿着浴巾，背对着我，这让我感到她对我的不信任。喉咙微干，我摸索着走到她跟前，轻声说道：姐姐，我准备好了。
你确定不先用纸巾堵住鼻子，这样可能会减轻疼痛？我坚决摇了摇头，不需要，只是洗个澡而已。那就由我来开始吧。杀手姐漫不经心地回答道。我轻轻地抚摸她嫩滑的后背，开始细心地揉捏起来。姐姐，这样的力度合适吗？我轻声问道。她的声音很动听。身处这热气腾腾的环境，我感到口干舌燥。令我意外的是，身为一名顶级女杀手，我身上竟然没有一丝伤疤。我羡慕的是，我的肌肤每一寸都是光滑无瑕，触手可及。因为我的那个恶毒的弟弟，我身上留下了不少的伤痕，这是事实。嘿，姐姐，你的皮肤看起来好光滑啊！作为一个杀手，你是如何平时进行护理的呢？搓着搓着，我竟然感觉有点疲惫。或许是来到这个别墅之后摆烂了太久的缘故，我竟然很快就累了。杀手姐察觉到了一些不对劲，心中生出疑虑。你可以出去，我自己洗就可以了。我绝不会放弃机会的。听到这个变招后，我更加努力的在她的背上搓着。杀手姐突然转身，